係咁，網友嗱，呢條片係講乜嘢呢？就係經濟學人企出嚟批台灣嘅經濟，話台灣嘅經濟呢就係主要個指控話台灣操控嗰個匯率咧，令到台幣呢就太過低啦。咁所以呢就係出口業好犀利啦，但係呢就整體啲人工呢就低，犧牲咗台灣人民嘅利益。其實個指控就係咁嘅。呢個就叫荷蘭病嚇。今年呢就係八折啦，而且呢啲蘿蔔糕同埋芋頭糕呢係用大煮臘腸做嘅，今年好受歡迎喎，因為證明咗做咗咁多年呢，真係好用心機做啲糕好食過人哋好多。咁你早啲訂啦，不含添加劑，冇防腐劑。經濟學人2025年觀點同實體經濟數據嘅落差。嗱，我先睇睇台灣嘅 situation。台灣嘅進出口貿易咧犀利咯，由2020年開始，佢個盈餘啊係587億，去到今年咧係1571億美金。台灣一笪咁細嘅地方，呢個出超1571億美金。其實呢1751億美金咧，就係會轉翻成為呢個台幣噶嘛，咁令到台灣入邊咧就充滿咗錢嘅。1571億美金就係1萬億港紙，係4萬億嘅台幣。呢個咧由呢度開始嚇，呢個係嗰個2024年開始爆發，2023年因為 AI 需求爆發嚇，對美出口佔30.9，超越咗中港夾埋嘅26.6。第一，經濟出超好厲害。第二，人均 GDP 增長。嗱，我哋睇下喺呢個就係邊個接任就係呢度，蔡英文2%、3%、3%、3%。21年呢個係因為疫情啊，呢個係突破6%。呢個咧疫情之後咧就係高通脹落翻嚟1%，呢2年犀利咯。嗱，呢個犀利咯，7.37%。GDP 增長好快，咁就係出超好大盈餘，但係台灣人咧覺得生活唔好喎，對賴清德政府、對蔡英文政府好唔滿意喎。點解呢？導火線2025年經濟學人呢個 Formosa 流感，台灣流感，出口科技表現強勁，國內經濟出現緊張，央行長期保持弱勢台幣嚟到壓抑升值衝擊，經常帳順差膨脹，於是資產泡沫化，金融風險累積。當你有好多錢嘅時候呢，啲錢呢就唔會變咗落通脹度，因為點解呢？嗰啲 manufacturing 啊，嗰啲壓抑嘅發達係壓抑咗嗰個 productivity gain 呢，就壓抑咗嗰個 manufactured good 嘅上升，走咗係乜嘢呢？一路都係走咗去。以前咧台灣咧就走咗去樓市嘅，但係今年咧樓市咧就落翻嚟，就走咗去股票咯。咁呢個就係資產泡沫化啦。呢個就係核心指控嘅證據。佢呢一樣嘢嚟講，Big Mac 指數台幣嚴重低估。經濟學人話新台幣匯率咧係低估咗55%，將出口成功同民生疲弱用一個數串聯就係呢一個人為地壓抑匯率。Big Mac 指數係即係買一個 Big Mac， 大家幾多錢呢？嚟到估計你個貨幣係貴定平嘅。美國就係 base 係1嘅時候呢，瑞士、挪威呢就貴過呢個美國嘅，其他地方呢就平過美國嘅，最平就台灣喎。然後先係香港喎，香港都好平喎。香港都好平，係咪好驚訝呢？喺台灣用新台幣買個 Big Mac 換成美金呢，係比起美國買平79.9%。呢個呢係唔科學嘅。央行反擊，以漢堡定價標準匯率呢
係錯嘅。點解呢？呢個係錯嘅，因為個漢堡匯率係 depend on 嗰笪地方嘅牛肉價錢同麵包價錢。牛肉價錢主要係牛肉價錢同麵包價錢人工鋪租咁樣。咁嗰啲嘢呢，就未必同整個經濟嘅水平咧掛鈎嘅，所以咧 Big Mac 指數咧係誤導嘅。香港平咁多呢個香港冇理由個貨幣咧係低估嘅。呢個係金融自由化之後咧，跨境資本流動咧係匯率主因，即係嗰啲資金流去邊度，認為邊度啲嘢平，邊個匯率平，邊個匯率貴。呢個當然係造成主因啦。Big Mac 指數唔應作為嚴肅嘅匯率估值工具，干預咧係為咗無序波動，而唔係為咗貿易競爭。佢話我係有干預個匯率，我哋干預個匯率咧就係因為有時癲噶嘛，發上發落，太過癲嗰時，我咪沽啲買啲咁咯。嗱，呢個答案係點啦？嗱，首先我講咗我嘅對呢樣嘢嘅睇法先。台灣係俾美國咧長期列為操縱匯率嘅觀察名單入邊嘅。台灣有冇呢個操控匯率呢？係有嘅，佢有買賣匯率，但係更多嘅操控喺邊度？我對中央銀行唔加息，喺美國一路加息嗰陣時，台灣唔加息，加好少息，呢個就係影響咗個匯率。呢一個就造成咗嗰個物業嘅泡沫、房地產嘅泡沫，應該加息嘅嗰陣時係應該俾加息，就會俾台幣升一啲值，溫和地升一啲值，但係佢唔敢加息，結果個樓市就去到好高啦。過去幾年我睇住喺台灣發生嘅匯率可以討論嘅。我覺得台灣嘅匯率係應該升一啲嘅，應該放佢升一啲嘅。我真會用經濟學嘅角度嚟解釋俾大家聽。但將台灣體感問題點解啲人覺得窮呢？淨係講匯率呢，係過度簡化咗啦。呢個就係我嘅睇法，呢個就係整體數據略眼，台灣嘅人均產出係超越日韓嘅。台灣41,059蚊，呢個好高級喺全世界嚟講。好高級呢個 GDP， 高過南韓，高過日本。宏觀數據台灣唔係弱，所以台灣嘅經濟唔係弱，但係結構上唔平均啊嘛。咁嗰啲人咪覺得冇錢咯，係咪？體感弱，你點解會體感弱呢？因為你出糧出得少錢啊嘛。受僱員工報酬佔比創新低。根據主計處同 CIER 數，2024年受僱員工出糧，個國家出糧係佔個 GDP 嘅幾多？數十幾年嚟咧都45，今年咧43.1。嗱，打工仔獲得嘅個報酬喺個 GDP 度咧係偏低，但呢個低嘅人係好多啊，人哋係50，人哋係50嘅，好多地方係50嘅，呢個就係好啦，仲有我哋去實際上睇下個人工高定低。台灣嘅 GDP 係高過南韓 10%高過呢兩笪地方 10%， 但係個人工中位數係幾多呢？嗱，人工中位數，台灣就係低過人哋，用美金嚟講冇得講噶啦。呢個薪酬中位數呢一個17、18K 美金。日本26、28K， 韓國24、26K。你 GDP 高嘅人，個人工中位數低嘅人，呢個係呢個你大鑊。比較得知，日本嘅內需服務業工會終身僱用殘餘都係好過你。南韓雖然大企業集中，但係薪資傳導依然比台灣強，即係由 GDP 分落去俾人民出糧嘅比你強。最緊要嘅就係個中位數，個中位數佔 GDP 嘅百分比係40至45%，中位數人哋係75至80，70至75，爭好遠，爭咗1/3。所以啲台灣人
對賴清德政府、對蔡英文政府不滿，呢個就係個根源。內需引擎動力不足，點解呢？咁你要問。2024年全時受僱員工年薪中位數係54.6萬新台幣，人均 GDP 4萬，但係個糧係得54000，即係咧4萬幾蚊呢一個4萬幾蚊港紙，即係咧1萬蚊4萬4萬幾呢個係唔係10呢個12-13萬港紙，1萬蚊港紙人工一個月。香港咧平均係2萬幾，同香港差1倍。呢一個我研究過嘅，日韓咧係15,000蚊，台灣係1萬蚊，三笪地方係咁嘅。香港咧係2122，日韓咧係15,000，台灣咧係1萬。咁於是咧，你喺個富裕國家而你窮，於是啲人好不滿。受僱員工年薪平均數呢一個咧係乜嘢咧？全年嘅薪資平均，全年薪資中位數呢個係增長得慢。我哋睇下呢個就係台灣同埋南韓嘅比較，加人工，藍線就係台灣。你睇南韓點樣加人工？高過台灣幾多？呢一年疫情係台灣高過，跟住落嚟，後來呢度其實蔡英文咧就已經好過馬英九，馬英九長期唔加嘅。呢兩條線，如果由呢度開始度，去到呢度，南韓人工變咗89.3，台灣人工係59.1，基本薪資。第二個體感就係堅尼係數，堅尼係數係0.339，但係體感依然好痛苦。勞動份額偏低，資產價格好貴，生活成本偏高，每一單交易費偏貴。好啦，我話俾你聽，台灣係有兩個經濟，一個叫出口經濟，一個叫內需。兩個咧係隔開嘅。高獲利嘅出口部門嗰啲人工咧就高，個回報咧就高。內需疲弱，唔係因為唔想消費，因為可支配嘅資源咧被壓積。經濟結構就將啲資源導向資本，而唔係勞動者。我講俾你聽，呢個我用第二個角度講俾你聽。台灣咧有啲經濟咧，譬如話係台積電呢啲咁嘅嘢咧，因為佢要全世界競爭啊。咁佢嘅競爭力咧係好強喎。佢咧第二部分咧係內需嗰部分咧，台灣係有保護主義好強，人哋入唔到嚟同你競爭嘅，咁冇人同你競爭，即係冇咗個鯰魚效應，個生產力好差。台灣薪資長期停滯咧，同生產力出口脫鈎。喺低薪基礎下，即使官方通脹率溫和，但係民眾依然對日常支出高度敏感。PPP 假設嘅物價低，啲人買得起，但係當你收入好低嗰時咧，物價再低，即使只係相對唔貴啫，唔表示負擔得起。呢個官方點解認定低通脹等於購買力強，但係啲民眾感覺唔到，因為你係讓你其實嘅政策目標係要高人均產生出嚟嘅紅利，分啲俾嗰啲窮人先得。台灣經濟真正嘅盲點係制度性保護主義。我話俾你聽，台灣大量嘅行業出口嗰啲咧冇得保護，嗰啲咧就好 efficient 嘅。呢個係台灣好似係點咧？我比喻係喺個沙漠嗰度有一啲綠洲。嗰啲綠洲咧就好繁榮，嗰啲咧就出口企業，其他地方咧就係一個沙漠嚟嘅。佢台灣有對 hidden 嘅保護主義 ，hidden 嘅保護主義佢同全世界唔接軌嘅，佢嘅會計制度同世界會計制度唔同嘅，唔係 GAAP 嚟嘅，佢嘅法律體系嗰啲全部唔接軌嘅，於是全部唔接軌，人入邊嘅人嚟唔到做。嚟唔到做有兩個效果，你知唔知點解？
人哋外邊啲人嚟唔到做，冇競爭，你哋咧就查呢個喺度咧就係於是你哋咧就係自己關埋門，於是咧就個生產力咧就冇提升，於是個生產力好低嘅時候咧，當然俾唔起高人工啦，因為你嘅台灣嘅高質嘅呢一個高質嘅服務業，譬如話香港高人工嘅人係咩人啊 ？Investment banker， 台灣嘅金融服務業咧係關閉嘅，好少外資行喺呢度開得到嘅，冚唪唥係台灣銀行。呢個保險啦，呢個股票咧，外人買唔到台灣股票嘅喎，外國人買唔到台灣股票嘅喎，金融業係咪啊？會計，喂，台灣嗰套會計制度咧係台灣嘅咋，每2個月核一次數嘅，我哋要拎佢俾會計師核數，係好低能嘅，呢個係法律嚇，同全世界都唔銜接嘅，亦特登唔開放人哋入嚟同你競爭嘅，結果呢啲嘢好低效，開一個銀行開一個 account 開咗半日。你嘅 productivity 咁低，因為冇競爭，你由得佢長期咁低，嗰啲人嘅人工咪低咯。呢個係企業營運者每日遇到嘅制度摩擦。嗱，我舉幾個例俾你睇，佢嗰個保護主義係幾咁好笑。台灣要請家庭傭工，我係對住台灣呢個入境處長我講嘅，你係究竟喺度搞乜嘢？佢係點呢？台灣要請一個外傭呢，要咁嘅。你咧屋企有3個仔女，最大嗰個呢唔超過7歲。喂，哇！喺2年生一個，生咗3個，咁呢都生到5歲啦，係嘛？咁你又想可以請個外傭，但係嗰個大嗰個一個7歲呢就唔得咯。好啦，我今年76歲，我想請個工人得唔得咧？唔得。你要有個測試，即係咧我係咪唔能夠自主行動嘅？我自己識唔識沖涼嘅？我係咪老人痴呆嘅？如果唔係咧，你就要85歲以上先至可以請工人。香港、新加坡市場化規模，有能力支付即可。咁結果係點咧？結果咧個服務市場咧冇服務家庭冇辦法市場化。台灣、香港、新加坡咧就係咧。嗰啲外傭就係照顧咗啲細路仔，嗰啲家庭主婦，喂，台灣啲家庭主婦咧都讀過大學喎，台灣人人都讀過大學。嗱，另外一點，台灣大學教授嘅人工咧，根據沈旭輝講咧，就同菲傭差唔多，你知唔知啊？因為咧佢又係好多大學製造好多碩士博士出嚟，又係冇國際視野嘅。因為出唔起錢，醫生又係台灣醫生醫療對我哋梗係好啦，對醫生嚟講係血汗工廠嚟嘅，呢個係好啦。咁於是咧，你翻屋企湊仔喎，當一個讀完大學嘅女仔翻屋企湊仔，咁當然嗰個收入就下跌啦。呢個就係好啦。第二，佢嘅公司法我都話啦，台灣嘅法律係古董嚟嘅，係我舉一個例子啊，呢個呢就係20年前我去大陸發現大陸係咁，原來呢大陸係學台灣嘅，因為呢大陸嘅師傅喺台灣，佢嗰套法律呢以前係跟台灣，咁結果呢大陸取消咗，台灣仲係唔取消。經濟部嘅法規規定，會計師查核驗證公司登記資本額。你即係咧，嗱，我哋咁嘅，我講俾你聽，呢個叫驗資。你話有1000萬，你做1000萬，你就要擺咗嗰1000萬入銀行，佢驗過你真係有1000萬。香港有開有限公司咧唔使嘅，你話有1000萬，佢就抽咗你嘅 stamp。嗰1000萬係點咧？嗰1000萬係點咧？到最後，如果你間公司破產，你嗰1000萬冇蝕晒咧，你就拎出嚟賠，係事後追究嘅。佢就唔係事前咧擺呢1000萬落去，呢個咧係非常害事嘅嘢嚟嘅。而且嗰1000萬咧，你間公司係做 ABC，
如果你走去做 D 咧，呢1000萬你叫佢做 D 咧，就坐監噶咯。好多人因此呢個叫掏空喎，咁就坐監噶咯，好唔好笑啊？呢個係咁其實係點咧？我問你點解係咁做咧？大陸都廢除咗，佢有啲咧係壞人嚟嘅，炸低間公司好大呃人，係將少數壞人嘅風險轉嫁到所有公司嘅成本。對大型上市公司呢個係流程，但大型對好多中小型企業、跨境創業者係一個永久性嘅摩擦。時間、文件、會計師嘅費用、銀行流程都變成進入市場前嘅門檻。所以你知道先進嘅製造業，而家台灣有先進嘅製造業，台積電6萬幾7萬人，夾晒所有先進製造業，只係得5% of 台灣嘅 population 工作人口。呢5% 嘅人工係夠高啊！佢拉勻俾你哋呢啲，即係台灣啊，係保護到點樣呢？係咧嗰啲大嘅 train 啊，外國嘅 train 啊，入嚟台灣都幾乎做唔掂嘅。即係我係好少見到咁嘅 situation， 即係喺嗰啲先進國家咧，你見到周街啲鋪頭你都認得嘅，因為好多世界跨網啊嘛，台灣唔係，仲係好多咧係兩公婆做嘅，仲有好多呢啲小嘅企業。呢個咧又講到佢嘅勞工法嘅問題。進口制度嗱，佢點樣係保護主義咧？我解釋俾大家聽。喂，咁樣嘅，我哋咧譬如入口，我係搞過由台灣，我搞嘢進入香港啊，咁你咧就要申請，你攞啲貨去驗咗張證書。嗱，呢樣嘢生蠔驗咗，咁咧就攞俾呢個食環署睇，食環署批咗，你以後咧呢啲生蠔就可以入口。全世界都係咁嘅。台灣係點呢？哦，咁我搞咗好耐，結果我投降。我係由香港入口啲豉油嚟台灣。佢話呢，你啲豉油呢，你要證明你唔係中國做嘅，中國做嘅豆嘅豉油嚟唔到台灣。哦，咁唔緊要，我係用美國豆做嘅。好啊，咁你證明你用美國豆，哦得，我證明我用美國豆。你驗完之後，我咪可以去台灣啊？我交俾啲豉油廠做。佢話唔係，每一批你都驗，每一批驗冇得做啊！因為每次驗要使幾皮，而且好多時間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個，所以台灣咪冇香港豉油咯。台灣豉油咧就學咗日本豉油得一種味嘅啫。香港豉油咧就分為生抽同老抽，作唔同嘅用途嘅。每一次交易都要重新證明自己，逐批檢驗。於是根本呢啲咁嘅嘢，全部係保護主義。嗱，我舉一個例，你哋台灣人唔知道自己貴咗幾多啊？淨係豬啫。嗱，農業產品你就會見到，你係入唔到嚟嘅。如果係用巴西嘅豬扒咧，係幾蚊一磅嘅咋？香港係雞翼同豬扒。台灣係20-30蚊㗎，台灣每樣嘢入口都好貴㗎，而服務性行業係佔咗人工嘅大部分，而嗰啲人嘅人工好低，因為服務性行業好水準好差，而服務性行業每個國家踏入先進經濟體咧，都係靠高級服務性行業嚟到拉高個人工嘅。呢個就係銀行家、會計師、律師、測計師呢啲咁樣嘅人，呢個創意啊，呢啲嘢咧喺台灣係瓜晒，因為冇呢啲嘢，冇國你唔俾外國入嚟，冇得競爭，自己嘅水準好低，於是呢啲人工好低。對企業嚟講啊，lead time 拉長，庫存周轉下降，現金周轉上升，小批量多 SKU。快速迭代嘅全球鏈條喺台灣做唔到。喺台灣啊，我哋買好食啲嘅牛肉啊，要去到 Costco 要買好大條嘅，呢個真係唔好講呢啲啊。喺台灣啊，要揾一啲法律服務啊，呢個國際公證人啊係好困難嘅，呢個係
金融服務更加係古董嚟嘅呢套嘢。我未曾見過，我世界未見過有一笪地方呢個股市係1點半鐘關門㗎。晏晝做乜嘢啊你？而家全世界嘅股市都要就嚟24小時㗎啦，冇人學台灣咁咧做幾個鐘頭就收工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呢個係台灣係需要制度性嘅升級，係要開放服務性行業。嗰個服務性行業，嗰啲教師大學教師又係冇國際競爭。嗰啲咁嘅嘢，譬如話輸入啲嘢咧，係要信任體制。你我咧，我就罰你。譬如公司註冊呢個，其實呢啲咁嘅做法咧，係個交易成本好高。個交易成本好高咧，就係 deadweight loss 嚟嘅。喺經濟學嚟講係造成個經濟喺服務性行業係冇效率。點解日韓可以改革啊？我講翻俾你聽，我係親眼睇住嘅。日本喺泡沫經濟爆破之前，好似台灣咁嘅，佢乜嘢咧整啲條例翹到你咧，你去唔到日本做嘅嚇。你乜嘢生意，所有服務性行業，日本人完全保護嘅。韓國又係，但係佢哋經過咗一個 crisis。日本就係金融泡沫爆破，被迫開放，因為呢個經濟受咗重創。韓國1998年金融海嘯，哇！韓元跌到瓜晒，金大中就開放咗韓國。台灣呢嗰兩次咧唔死得咧，舊嘅體系就喺晒度。你要改乜嘢咧？嗰啲人都反對，既得利益者全部否決你。係咪應該開放？唔得，既得利益者不停反對。既得利益者咧，佢係有商會有啲咁嘢，佢哋把聲就好明顯喎。其實就揾咗消費者笨，消費者咧就係分散嘅，唔會表達意見嘅。消費者係被長期揾笨，所以呢個台灣人平均嘅生活水準咧就低。雖然個經濟咁發達，清楚未啊？Product Market Regulation OECD 平均嘅控制係咁多，有幾多監管？台灣係咁多，好多 regulation， 隱性保護主義可以量化嘅指標，呢個係好似個秤砣咁，馱咗喺台灣嘅經濟條頸度，等佢游唔到嘅。呢個就係經濟學人開錯咗藥，以為內需疲弱係匯率問題，其實係低信任監管同埋保護主義。台灣內需同埋薪酬體感薄弱，唔係源於匯率，係高級服務業冇辦法形成規模。法律、會計、金融、家務、照顧、跨境服務被制度性嘅保護主義程序化監管，切割成低效率市場，競爭不足，國際化受阻，冇辦法拉高啲收入。出口部門嘅創造利潤，因為冇咗高附加值嘅服務業銜接，停留咗喺資本端，唔會轉化成為生活品質嘅提升。我嘅argument清楚未？嗱，我舉個例，台灣唔需要1000幾億美金嘅盈餘喎。如果台幣升 10%， 咁會點啊？如果台幣升 10% 咧，台灣嘅人民生活就好咗嘅喎。嗱，台幣升 10%， 假如個盈餘係減少300億、500億美金，對台灣有冇損害啊？冇損害，但係入口嘅物價就會平咗啦嘛。你去外國旅行係咪舒服咗啊？你係咪感覺自己有錢咗啊？對低下層嘅階層嘅人咪好咗咯？對出口減弱咗啲，但係台灣人民嘅生活咪會改善啊？但係呢，佢就唔會咁做。點解呢？因為咁做呢，又有啲廉價產品入咗嚟台灣咧，佢又要保護台灣嘅服務業同埋一啲低級嘅呢一個製造業。其實呢，
有啲低級嘅製造業同埋服務業咧，有一啲工咧，你係要將佢流失嘅，然後咧你向更高級嘅工咧、更高級嘅人工咧轉進嘅。如果你攬住舊嗰啲，你明唔明啊？攬係都要攬住，驚人哋衝突你嗰啲，咪不停有啲人做啲好低人工嘅嘢咯。你係要放棄一啲嘢，然後先至可以得到一啲嘢。呢個就叫毀滅性創造，經濟嘅毀滅性創造。呢個印度就最好笑，就係攬住保護到暈。我發現印度人哋入嚟咧，驚人哋覺得人嚟揾笨，專係罰人，罰到阿媽都唔認得。結果佢嘅 manufacturing 咪建立唔到咯。反而中國咧，佢係不停喺度放開俾人哋競爭㗎。除咗意識形態嘅嘢之外，仲有金融嗰啲咧，佢覺得係佢嘅資本唔放鬆啊。其他嗰啲嘢咧，佢嘅關稅係一路減低。於是咧，你見到國際產品喺中國製造同中國賣，於是將中國嘅產品訓練好咗，然後佢賣出去。喺服務性行業都放開咗好多，但係佢就揸死咗乜嘢咧？金融業，所以佢金融業咧係古董嚟嘅。如果佢真係開放金融業啊，佢六大銀行執咗笠啦，金融、保險、證券呢啲嘢咧，media 呢啲嘢咪好落後咯？呢個就係咁咯。好啦，嗱呢個恭喜發財禮盒啊，有咁多樣嘢，係咪勁咧？阿超話：哇，呢個好靚啊！大家睇呢個盒幾靚，係乜嘢嚟㗎？我同大家講下，超太叫大家幫襯下喎，隻贏咗股票，台幣6288蚊。一箱咧有6款商品，一個精品掛耳禮盒，呢一個係呢一個係精品掛耳禮盒，係世界各地包含中南美洲、非洲、阿拉伯半島、亞洲最好嘅咖啡豆嘅掛耳包，呢個係非常之靚。橙運呢個風味雜感雙層款，法國 Brittany 經典甜品嚟嘅，有啲鹽味，又甜又鹹。三文治呢個風類禮盒，呢個就係人造三文治，呢個係手做三文治，蘇感嘅三文治，日本嘅呢個風類夫禮盒，夏威夷潛艇堡係咪嗰個？呢個係啊，嗰邊要不要豬肉條？仲有呢個綜合嘅呢一個係格芙蕾禮盒，不指定款式，成套嘢今日係各位網友。嗱，大家睇見琳琅滿目呢個燒貓貓經營到第6年，阿蕭太用咗半年時間搜集過年最靚嘅禮盒，全台灣嘅精華係俾大家嘅。有啲嘢咧好得意嘅，即係譬如咧呢啲係大藝術家嘅咖啡，全部都係世界上咖啡豆比賽頭3名。而且有幅名畫喺度，嗱呢幅名畫大家認唔認得？自由帶領人民，自由帶領人民。蒙羅麗莎，咁呢個烏魚子啦，又出翻一口烏魚子啦，仲有我發現呢個好食嘅喎，烏魚子餅乾喎，呢個係烏魚子夾心餅乾，好好食。Anyway， 仲有7件櫻糖啦，大家睇見充滿各樣特色嘅，大家先上網睇睇先。我會逐樣介紹俾大家嘅。